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2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谷歌滞涨，短线超买，如果想要加仓，那么应该在哪里买入 ？Meta 日线、周线都有升息急转，这个底部会有多大行情呢？11月份美股终于收官，这个月你的美股交易如何？11月份其实挺不容易的，一不小心就会买在高点被套，而后卖飞在低点。12月份的美股又应该怎么去分析？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7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一下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技术分析上如何去分析。阿哲会讲一下月线期阳，我们是如何在11月份的第一个视频就判断出11月份大概率会有调整，要小心风险。而又如何通过周线的3根阴线来判断出本周会出现反弹？虽然反弹力度远超阿哲想象，但确实也把握到了部分的利润。而后我们会讲一下在日线上当下处于一种短线变盘容易滞涨的一个点位，所以日周线阿哲都会讲一下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分析。对于指数行情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是个股解析了。阿哲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OKLO、MRVL、微软、博通、AMD、HOD、HMS、APP、Circle、SMCI、PLTR、Coin、CoreWeave、美光、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一样起到帮助。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而又有很多标的阿哲需要分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点。而假如您想要快速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也很简单，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时间轴，阿哲呢已经把所有内容都排好了段落，那么希望能够解决您部分的烦恼。当然，这里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最好不要轻易跳过，因为这一部分很关键。我们会发现指数环境对个股交易是有很大影响的。有时候个股哪怕有利好消息，哪怕它的未来你很看好，但如果指数环境不好，出现下跌调整，你不小心买在某些指数高位的地方，你去看好的那些股票，它大概率后续的表现也很难好到哪里去。所以指数的环境特别关键，在指数上涨时去做多，指数下跌时去规避风险，这是常规操作。所以当下我们看一下这种上涨是否能够持续。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是纳指的月线7连阳的分析。当然，月线7阳和周线3阴我们在本周的第一节公开直播课上有讲过，如果您是听过的同学，那么可以跳过这部分，直接看到第3部分。我们先看到月线的7连阳。那么所谓的月线7连阳，就是在近期市场的一个连续上涨当中，出现了月线连续的7根阳线。在过往的10年当中7连阳这个动作是很少见的，平时连月线的5阳都很少见，那么7连阳是非常稀有的。那么在近10年当中，还有什么时候有月线的7连阳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的这一段行情走势，当时呢是一波很强烈的这种单边的牛市。在这种牛市当中也出现过连续的7根阳线，但是也没有到8连阳。而在7连阳之后，你会发现它就会被打断，它会用阴线的方法去打断。所以在连续涨了7个月之后，第8个月正常来讲它会调整，会收阴线。那么之后它是不是又重新回归上涨，又涨了7个月，而后又出现1、2、3个月的调整，才重新启动行情。那么我们有说过，7连阳一旦产生，月线上小心下一个月大概率调整。所以我们在11月初的第一个视频就有讲到，11月份美股容易调整和下跌，我们应该规避风险，要注意一些利润的落袋。当然我们同时也有讲到，市场的一个7连阳上涨，其实意味着多头是很强势的，它哪怕后续会调，也只是因为前面涨多了需要修整一下。那么这种修整的一个区间是哪呢？正常是最后一根阳线它的一个低点。所以股价的阳线最后一根，所以股价7阳最后一根阳线的低点将是一个支撑位，价格后续正常是不会去跌破它的。那么之前这个条和这里个条是吧，都没有去跌破，后续呢股价还有新高，还有上涨。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说过了，在市场出现了连续7连阳上涨之后，那么防守位、支撑位，那么它应该是这根阳线的低点。那么这根阳线的低点往下，它越往下跌，你在日线上可以越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周和在本周基本在盘前广播当中就有提醒到的，股价下跌左侧策略是越跌越买。那么低吸之后产生了本周连续的阳线，连续的反弹行情，这就是7连阳后要注意的风险，以及它的调整正常空间是有限的，至少会产生在阳线低点支撑后出现的短线行情。至于这里会不会直接启动呢？我们需要在日线上再多多的去跟踪和关注。那么下一部分我们再看到周线的3根阴线，所谓周线的3阴就指的是市场在上涨过程当中出现了连续3根阴线，也就是说3周的一个下跌。当然有时候可能夹杂的一些假的阴线可能不一定是每周都是下跌的，但只要是阴线3周形成就行了。那么阿哲发现，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时，特别是周线上它的连续3根阴线一般会出现一种短线的变盘，或者说一种节点这种3根阴线之后，市场出现反弹的概率是大幅增加的。这个我们在周一的直播当中也有讲到这一点。当然这里仅限于市场是强势上涨而后产生的单波调整，如果它是演化成多波调整，或者说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五浪上涨之后所产生的 ABC 调整，那么它就不是3根阴线能够去阻挡的。但是往往一般3阴之后也容易调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行情，你会发现哪怕是这一波调整时间比较长，在周线3阴之后是吧，也容易出现反弹，周线3阴会有反弹。而我看到这里周线3阴最后一周呢还是那么大的一个下跌，它之后也出现了一个上涨，周线3阴出现止跌再次上涨。而后很多时候上升趋势它可能都不出现3周的调整1周2周又结束了。看到这里也是3周的调整，然后止跌阳线出现上涨。只有在熊市行情当中或多波调整当中它才容易出现超过3周以上的调整。但只要是一个上升趋势或者说上升通道，那么3周的一个调整大概率就会迎接反弹，3周的一个调整大概率会迎接反弹。那我怎么知道3周的调整它是一个会持续下跌呢？还是说它会直接见到低点？这里就关键是我们所说的趋势如果趋势是一个熊市，那么这种情况下3根阴线一般挡不住，哪怕有阳线止跌它很多时候可能也只是反弹。而如果是牛市当中呢，我们一般先看它就是一个低点，只有未来把这个低点再打破，是吧？3根阴线的低点打破，我们再去看它可能会演化成多波的调整。如果多波调整也挡不住，那么就转为熊市行情。所以当一波行情处于上升趋势而且很是强劲的时候，出现了首次的3根阴线调整，我们首先以回调低点来看待。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调整它不会影响趋势，后续呢依旧会上涨。当然这是我们的提前预判预测，具体还要根据实际趋势来去看待，所以我们等会会讲一下日线级别的一个分析。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本周周一时直播间所讲到的2个支持点，叫做月线的7阳以及周线的3阴。当然这里大家注意，我们讲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近10年的规律，那么它再往前是否还适用，以及再往后是否还适用，这个有待我们去进行一个继续的跟踪。而其他的市场大家不要盲目去使用这个规律，这个只是纳斯达克近10年的一个规律。而从本月和本周的表现来看，这个规律目前还在纳指上延续，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近期也依旧可以做个复习和学习。新同学呢可以牢记一下这个规律，未来应该还会出现，也正常还能够大概率去使用。那么阿哲希望以上的知识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学习之后感觉有用，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个赞，支持阿哲日常的一个视频创作。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也或者是建议。同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之余点击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那么未来阿哲可以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呢交流美股技术分析。当然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可以打开，因为只有打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个观点在发布之后才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如果这个铃铛您不点开，那么阿哲所发的视频你可能无法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所以这里呢，如果您是新同学，可以点订阅，然后再点开铃铛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到第3部分，前面讲了月线、周线很多都是分析为主、理论为主、规律为主，而接下来我们讲的日线才是实际上我们去做交易的主要周期。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呢有2个阿哲做趋势交易经常用到的指标，一个呢是机构全景图，就是市场当中的一些超跌和超买的一些信号 K 线，蓝 K 和
黄 K， 黄 K 代表短线和波段的一个超买现象、滞涨现象，而蓝 K 呢代表是一个短线的超跌超卖现象。而后另外一个指标呢是一个趋势标带，叫彩虹带。如果是紫色带，说明中短期趋势向上看涨；如果是黄色带呢，说明趋势是中短期的看空偏空。所以只要市场还是一个紫色带，我们就认为这一个中短线呢还是一个牛市行情，看涨即可。而如果转为黄色带就要小心，它有可能是一个更大级别的调整，也或者说它是转为了一个中短期的熊市行情。只有在未来重新转为紫色带，我们才会比较积极的、相对激进的去看多。所以当下阿哲对于美股日线上的一个看法，就是趋势上已经因为本次下跌，从一个日线的多头行情转为空头行情。希望它在周线上、月线上都显示只是一个调整，但是我们要小心从日线走坏，然后影响到周线和月线这种可能性。所以日线在没有走好之前，哪怕月线、周线我们依旧看好。但是在实际操作时，我们也应该转为保守的策略，小心日线的走坏影响周线和月线的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下跌之后在这个低位去精准低吸之后市场反弹很高兴，但是我们依旧也只是看反弹，而目前没有看反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代表空方趋势，而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是持续的紫色带，那么曾经这一段下跌它就是一种黄色带。黄色带产生时你不管有出现任何的买入信号，你都第一保持一个原则，只要是黄色带你做中短线交易，那么它对应来讲就是一个熊市行情。那么熊市行情出现下跌、止跌、超跌、上涨，那它都只是属于一种反弹。你要知道，一旦出现风险信号，它是很容易新低的，因为上升趋势高点一般压力比较弱，而低点支撑比较强，所以它容易不创新低，创新高。而下跌行情、熊市行情，它的低点支撑会比较弱，高点压力会比较强，所以它的一个下跌容易创新低，上涨不容易创新高。那么我们在熊市当中就要注意这一点，低点很容易被创新低低点很容易被创新低。而如果你想要去做多，最好在市场趋势当中会出现本级别的3个特征，一个就是它不再创新低了，低点呢开始有支撑了；第二个就是它会开始创之前的高点之前反弹的高点，而后市场的高点它没有产生什么压力了。这就是2个变化。那么第3个就是它的飘带由黄色转为紫色，由压力变成支撑，市场后续的价格呢它不跌不飘带。那么这3个特征一旦产生，就说明它有一个熊转为牛。而假如这个特征反转，它就说明目前由牛转为熊。所以当下呢，你会发现股价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它的低点呢一直呢是被跌破的，然后股价的反弹的高点呢一直呢是没有去突破之前的高点的。所以当前的这一波反弹，它其实也还没有过左边的高点，所以这里呢将是一个压力。那么在日线上，究竟趋势是否能够重新的由反弹转为反转，由熊市转为牛市，我们就要关注是否能够突破左边的压力，以及后续的回调是否不创左边低点，而后飘带是否由黄色转为紫色。如果重新回归上涨序列，那么我们积极去回调做多，去买入看涨。而出现这种序列之前，我们尽可能还是以反弹看待本次的上涨行情。那如果以反弹来看待，目前这种单边连续的上涨和跳空之下，目前是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它代表的是一种短线波段上的一些超买现象。蓝色 K 线代表超跌，黄色 K 线代表超买。曾经呢，在这种牛市行情当中也出现过加速超买现象，而这种超买一般要被确认特别是牛市行情一般要被确认，股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跌，确认了超买之后的调整要出现。好，所以这种地方呢就是一些减仓点、离场点。而当前是一个股价的反弹，那反弹过程当中遇到黄色带，那是不是出现了超买信号？你也要小心，至少这里不能重新开仓位。而如果对于熊市当中出现超买 K 线，一般开始要高抛，开始卖出了。如果您是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那基本上这一个飘带您是可以去看到的，因为这是我们订阅同学所会有到的一个权限。你也可以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究竟目前是一个紫色带还是黄色带。如果是黄色带，在本次反弹时，一旦指数有风险，你那只股票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减仓去高抛。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趋势变盘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市场一旦过了黄色带，出现的第2根收盘站上黄色带的 K 线，一般它就是一个变盘点，它的高点将会产生一个压力。而市场如果在这种压力位不能有效突破，而是转跌转下跌，出现明显的下落，那么一般说明这里就是一个反弹高点。
特别是在股价突破飘带之后产生的不只是2天变盘，还有黄色 K 线时，那么这种就是变盘加超买，那么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啊，影响会更大，风险会更大。那我们简单举一些案例吧，比如说市场如果是一个牛市行情，那么正常来讲，我们就不是看它向上突破，而是向下跌破啊。牛市行情的话，一般向下跌破1根2根，它也算是变盘 K 线。当然，如果一跌破呢出现超卖的现象，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算是一种变盘。价格走势在这种牛市行情当中出现快速的破位啊，它有时候会产生这种低点。那又比如说啊，第3次这里是不是也是破位了第1根，破位第2根，是吧？2根里面破位 K 线会产生低点，而市场呢会出现上涨。当然有时候它可能是反转继续延续上涨，有时候是反弹，因为这里是黄色带啊，所以当时这里呢是个反弹，而继续下跌破新低。好，价格走势如果是黄色带的话呢，突破1根，突破2根，那么要注意它是个压力，而这个压力要被突破转为紫色带，才说明这个地方它不是反弹而是反转。而正常来讲，如果是空方强势的话，它可能不会去破飘带，或者说破了飘带，它就1天是吧，2天就见到一个高点。那有时候强势的话突破1天，突破2天，突破3天，但是在2根 K 线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个压力。所以在黄色带的时候，一旦向上突破，而到第2根 K 线收盘价还站上的情况下，一般要小心了啊，它容易是一些变盘信号、高点信号。所以飘带破第1天、第2天就收盘跌破，这其实也算是一种高点形成。只要是黄色带向上突破，那都属于反弹时的高危行为。那只要是黄色带往上去突破时，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空方之下的多方反弹。那么一旦突破，那么走出滞涨都是高危现象。股价如果是多头行情往下跌破，那么快速的下跌暴跌，这有时候是砸盘，反而可能是牛市当中的一些绝佳买点。那么以上这个逻辑就是我们所说的日线的趋势变盘，在日线上突然之间的短线暴跌破趋势带和短线上涨破趋势压力，它都有可能出现变盘。那目前的地方就是破了黄色带，并且呢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说明它是空方下出现了滞涨超买现象。那么这里一旦收阴线收下跌，都是要小心风险的。当前依旧是下跌趋势，日线上一旦出现阴线就是卖点，就是高抛点。而对于左侧来讲，那么阿哲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已经很早之前就提醒了，这个地方每次上涨都可以去卖出，就跟前面下跌一样，是吧？每次下跌去低吸，那么上涨我们说可以去卖出。那么结合我们前3者月线、周线和日线的分析，那么当下我们11月份认为市场容易下跌，那么12月份为什么认为市场容易震荡呢？就是因为现在反弹强势，如果在本周它是反弹弱势的，是吧？比如说阴线高点不过继续下跌，那么阿哲的看法可能12月份还是看跌。但是它在最后1周呢反弹很强势，5根阳线，是吧？过了左边大阴线的高点，而且还突破了黄色飘带，能进入到一个空方市场当中的一个超买黄 K， 意味着本次反弹其实是很强劲的。那么在多方下跌很强，空方反弹也很强，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意味着当前的多空之间它的力量不悬殊，那么不悬殊就容易引发出震荡行情。所以市场行情后续呢容易短线下跌，但这个地方只要不是说快速的破前面低点，其实它在12月份反而容易是一个震荡的市场，震荡的行情，然后在明年去选择一个方向，究竟是向上还是形成一个头肩顶，我们具体呢也会跟踪日线的一个走势，而后去进行一个验证这个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有关个股解析，当然在这之前，那么阿哲就要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订阅粉丝观众的3重福利。那么刚才阿哲有讲到，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是可以看到阿哲的一个彩虹带这个趋势类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当中呢，可以让你快速去分辨你的股票是属于多头还是空头，在中短线交易当中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指标。那么如果您是今天才刚刚见到阿哲，那么就立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不管您是老同学新同学，只要您还未找到助教去激活这个彩虹带的一个权限，那么现在您都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小卡片，或者说在评论区置顶链接当中找到助教老师，那么都可以呢去让他帮你激活一下彩虹带1周的体验权限。那么在接下来1周时间内您都可以去用彩虹带去分析您手中的股票是反弹还是反转，还是说依旧趋势看涨。阿哲相信它可以给您带来非常不错的体验和帮助的。那么第2重福利呢，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了。我们基本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写到。
那么在之前10月31号、11月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在高位提醒过风险，是吧？当时呢是盘前广播有写到，而在11月24号市场暴跌时，我们也有提过市场的左侧策略是下跌时去低吸买进。那么基本上阿哲虽然不能说100%能够逃顶和抄底，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技术层面上的一些信号，阿哲会在频道的盘前广播当中去写出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而后我们的第3重福利呢，就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那么阿哲相信如果您愿意订阅阿哲频道，那么肯定对技术分析是感兴趣的，那么想要去学会技术分析，用在实战当中，用在你的交易当中的。但是仅通过盘前广播和盘前视频，您要学习技术分析还是有那么一些难度的。所以真正的要去学习技术分析，真的要去进行一个实战去应用的话，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知识的补充。所以在每周我们会有不同的课题主题班课，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您呢可以跟朱老师去报名参与我们下一周的课程。下周呢会讲一些量化模型，我们会给大家去教导一些相对有效能够在当前市场去找到一些不错的交易点或者说分析的技巧。那么这些内容都是直播课程加回放的方式，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在找到助教之后呢，可以去激活我们的3重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个股解析，我们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在特斯拉的分析当中，我们曾经讲过，特斯拉的周线其实出现了神奇九转，而这一个九转信号，它目前是被反复的震荡，还未被确认。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周线环境。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周线图，在周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一个九转信号？那么九转信号在 Meta 上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日线九转和周线九转，那么你会发现九转信号其实还是 OK 的还是比较好用的，所以阿哲呢会去关注。那么这种九转信号之后，是不是特斯拉见到了一个高点，然后市场一直维持震荡？那么这个九转信号它的一个风险它会不会出现那种大幅的下跌呢？当前来看，这个概率呢是越往后走越小了，因为之前当前这个九转下破之后它出现这种延续的下跌，去找这个黄 K 的一个低点，但现在并没有。那么周线上回调到一个止蝕带之后出现了支撑，然后在本周重新站回。那如果你是用过止蝕带的，应该知道股价回调跌到止蝕带内，再重新站出止蝕带，这种是属于回调的一种止跌信号，而后它的周线上是紫色的，说明周线的周期依旧是一个中短线波段的看涨。那么曾经是不是也出现过股价回调飘带跌破再涨起来，是吧？所以这里依旧趋势就还是看涨的。所以当下的一个九转，它更像是一种以时间来代替空间的调整，所以价格走势在这里走了一个横盘走势。那目前呢，调到周线上的飘带上，而后止跌收一根周阳线。那么目前可以看出，特斯拉前方这个低点没有那么容易被破，所以当下最差也是维持震荡。那么好一些的话，周线回归上涨。当然这里面需要结合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如果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的一个走势还是迟迟不走好，是吧？它可能又创新低，或者说反弹又无法创新高，那么在个股上肯定呢会有所影响。那特斯拉呢想要往上去走一个趋势，难度就变大了，那么可能就还是维持震荡的概率会更大。而我们再看到日线上呢，它曾经是有一个缺口缺口呢目前被回补，当中岛型缺口具有比较强的支撑，所以当下是下跌之后出现一个反弹，不过它的一个高点和低点其实也还是在下移的，所以整体的震荡是向下的。而我们看到它突破了一个支撑，而我们看到它突破了一个压力是420的压力，之前在这里是有支撑的，然后呢下破之后开始有一些压力，而最近呢是突破压力。那突破压力在连阳之后价格走势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滞涨现象，那么看一下是否能够把420重新变成支撑，那么如果可以，那继续往上看440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确认能不能去突破。如果这里还是继续跌破，那么注意了420它就还是一个压力，那么这种压力之下呢，它就要再去看一下这个缺口的一个支撑。所以日线上整体的多空方面它还不是说特别的悬殊，就整体日线也是偏震荡的走势，只是它有点偏震荡向下而已。所以当下的特斯拉周线上走势是比较漂亮的，但是日线上呢还是没有说特别确认的强势，得要有一次回踩不破420，然后继续看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有关 Meta 的分析。Meta 呢还是从日周线的九转来看，九转的出现在 Meta 上，不管是各个周期阿哲发现还是效果不错的。之前呢九转下跌见到低点，然后震荡一下出现反弹，反弹在日线上出现九转的高点，然后下跌，
下跌，最近出现了九转的低点，然后日线出现了又一次的反弹，所以日线上的九转呢多次的被验证。周线上其实也不差，之前呢周线下跌，九转出现上涨啊，这个九转呢后续并没有出现快速的下跌，但是在震荡之后啊也出现了一个高点。我们说过这个九转的确认啊，就最好呢是看这个最后一根 K 线，当然它不是那么简单，只是呢我们比较简单去讲的话，你可以这么去看，就9号 K 线高点被突破啊，你可以说这个九转大概率是有效的。而9号 K 线呢，它如果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快速被突破，那么就容易先走震荡，然后再选方向。所以你要关注9后的一些下跌行为和9后的一些上涨行为。最近这一次呢是比较好去把握的啊，市场是给了不错的一些买点机会。周线上也是如此，是吧？9后出现啊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么这种9的低点概率会更大。9后呢虽然有下跌，但没有跌破9的低点，那么市场呢可能就还有向上的空间。那最近股价下跌，又出现了一个九转，这个9差点不形成，就昨天这个上涨稍微再涨那么1美元，基本上这个9就没了啊，所以还是刚巧啊有一个9。好，9出现了，那么我们就知道的高点低点，关注后续，它这个地方只要这个9的低点不被跌破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底部，那么还是确认的，所以 Meta 它是有机会是一个周线的大底，然后日线呢反弹后回踩。只要不破新低，是吧？继续能够往上去看。那么这个空间，我们先看日线的啊，基本上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缺口的回补，至少我们可以看它有一半的缺口能够被回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阿哲如果要看的话呢，在回调不强势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回调连前方这个缺口都不怎么回补啊，我们就可以往上看上方缺口至少一半的缺口空间。也就是说，如果前面你没有去做好这一波反弹上涨，那么后续再次回调时，可以找回调买点去看上方的一个空间。而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些指标上的反应。目前所看到的呢是 Meta 的一个日线图，在日线图上你会看到啊，它的飘带呢还是一个黄色的，或者说它已经很长时间保持飘带为黄色了。飘带黄色，整体呢还是以一个上涨反弹看待。而后上涨如果是反弹，就要小心风险。它一旦出现黄 K， 其实就是一种反弹强势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种风险提醒信号了。之前这一波行情上涨用九转可以判定有风险出现，用这个黄 K 呢也可以判定有风险出现。如果黄 K 又加九转，这种风险就比较大啊，所以这一波反弹走到这个位置，其实已经要去减仓了。那么特别还有财报发布，是吧？所以这种下跌其实提前有一些技术面信号，是有提醒过一些上涨的一些风险的。而现在这种上涨，它呢又来到了飘带附近，是吧？突破了第一根，那么下一根呢其实就是变盘点了。市场走势这一波上涨已经是黄色 K 线，黄 K 的风险预警在空方飘带下可以直接做左侧的高抛选择，也就是说这一天有黄 K， 那么下一个交易日你就去上涨高抛即可。当然如果是右侧的话，你可以用一根阴线来判定，比如说一根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的 K 线，或者说收盘价是一个反包的阴线，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卖出。当然这种是属于右侧的，是左还是右看你的交易风格。左侧一般来讲它有时候可能会卖飞可能卖了之后可能还能够再涨那么1-2天，你可能会拍大腿，但是你可以左侧卖一部分，然后等一个明显的下跌阴线确认了一个高点大概率形成时，把剩下的给卖了这是可以的。所以当前的 Meta 呢，这一波上涨走到这里，肯定呢不能再去买了。我们要买的话，等它再涨回调，飘带有支撑找买点，亦或者呢是上方可能在这里见到压力，就黄带附近见压力回调我们去找缺口附近的买点，又或者是再涨是吧？我们右侧的仓位等到170附近有压力回踩到飘带附近找买点，是吧？我们最好就是目前是卖股票或者说去短线获利兑现的一个过程，再次的加仓波段的选择，最好还是涨到一个调整点后回调去找买点会更好。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头肩顶雏形目前是有那么一点大概率形成的现象它的走势左肩右肩头部市场已经有一个行为了，这个结构下它的类似颈线位的地方至少算是一个比较小级别的颈线位吧，趋势点已经被破位反抽再回落了，而这个回落过程当中是指数上涨的环境下，所以它的资金表现是比较弱的。目前底下前方的这种影线还有一个支撑没有被跌破，如果这个影线区间跌破反抽也确认它由支撑转为压力，那么它的一个下跌空间我们可能就要看到前面的低点了。所以当下的一个英伟达从一开始我们回调呢找做多机会，但是它每一次上行呢都无法维持，就是它的多头从刚开始
还能够出现反弹日线的阳线，到后续只能一个高开就立马下跌，所以多头力量在走弱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小心我们尽可能在反弹过程当中去减仓为主，而不要随便再去买入，除非后续能够不破这个影线区间低点，而后重新站上这个趋势。而后我们再去找一些买点博弈它的大阴内的反弹可能会是一个机会，但当下呢还没有，就等待以或者是减仓为主。那么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在指标上的一些反应，从指标的一个走势，你会发现指数目前出现了黄 K， 而英伟达没有。那么指数超买，而英伟达没有超买，其实就说明了在多方上呢，它的一个表现是远不如平均的一个水平。当下呢是属于一种震荡，而别人呢是一个明显的强势反弹，而它连这个大阴线的低点都没有维持住，是吧？连大阴低点都给破掉了。之前呢是一个指示带，所以股价回调时呢要注意它的一些机会，特别是蓝 K 超跌的一个机会。当市场处于多头行情，股价超跌那么就要找买点；股价回调，只要是指示带就找买点，是吧？找买点。所以当时这些是都没有问题所以这里回调是吧？还是指示带就找买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反弹黄色带了，就是风险。只要是黄色带靠近飘带，那么就是一个风险点。包括这里哪怕能反弹，是吧？靠近黄色带，这也是一个风险点。所以当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一个下沿，这里的黄色带下沿它是 184.698， 那么这里作为一个压力，如果股价能够反弹，是吧？当然这个概率比较低它之前都没有反弹上来，后面一周想要再反弹走到这里是比较难的，是吧？它再反弹的话，这里其实也是个压力，所以也是个风险。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去做多呢，它的意义不是说很大，或者说你在这里再去低吸加上做多有一定赌的成分趋势呢目前来看是有走坏的迹象，只是还不是完全的确定，因为底下的支撑还没破。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第三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叫做谷歌。当前所看的是谷歌的日线图表。那谷歌呢算是少数目前阿哲觉得波段还是能够比较坚定看涨的，因为它算是比较少见的还处于一个紫色飘带，指数已经是比较长时间处于黄色飘带，它还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还是不错的。而在这种行情之下呢，我们唯独看了它就是一个紫飘带上上升趋势已经进入到一个超买的信号，虽然它的一个升级九转只到了第7根它不一定还能够跑到第8根、第9根它不一定会一直形成，就也有可能被打断。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我们所说的黄 K 上涨离飘带远了，然后黄 K 超买了，收阴线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可能是黄 K 风险释放之后呢，往这一个紫色带去回归的一个过程，修复一下乖离。就像之前这里是吧，稍微涨多了，它总会调的目标位呢，就是紫色带附近找支撑，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所以往下调，找缺口附近、紫色带附近去寻找支撑。当然首当其冲呢是看缺口缺口的上沿它是 303.96， 这个价位在下周基本上跟飘带会重合，所以股价下行时，这个缺口和飘带夹角的地方作为强支撑区，股价下落在这附近一旦有止跌阳线，是吧？我们去找买点。当前它的回调还算是一个良性的，因为它的量能是缩量，而且回调下跌没什么人卖所以它才会产生上升趋势回调缩量的动作。而今天的上涨是蛮多人在看涨买入，所以量能是能够轻松在上涨时放出，所以上涨放量，下跌缩量是一种相对不错的一种量能结构，在上升趋势当中，当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唯独小心的就是下跌时可能出现明显的放量阴线那种是不太好的。因为如果是一个上行趋势往上的过程当中呢，下跌时它不应该有明显的放量阴线，所以只要它维持整体的缩量和量能不高的这种调整我们回调找买点即可。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加仓策略，上涨趋势当中去买，你就不要追着买，一不小心买到黄 K 就滞涨，你一买就可能短时间站岗，这就不太好，是吧？你可以等回调去买进去加仓。如果它很强势，它可能不走调整而是震荡，那就等一根阳线把黄 K 不跌破给吃掉作为追涨点，就是这个地方不能买，但突破它呢可以作为追涨点，但这个追涨仓位呢肯定是不能像回调买入那么多的。所以这是谷歌的一个思路。我们再看到 OKLO， 那么这个股票它一看过去就是黄带，找黄色带产生，那么就是一个风险点。那风险点股价反弹时，在本级别你就知道是危险了。所以当前反弹一个呢是不比指数强，是吧？比指数弱，反弹时的量能也比较低，
这种情况下它就没什么力，那没力遇到黄带压力就是风险了，所以它的下沿是 97.146， 当前不看远的话，它就还是一个中短线的风险，只是它离170天线是比较靠近的。我们之前说过啊，股价如果离170比较靠近，那它只要170向上的，整体就还是牛市。所以当前是属于中短期还偏空，但是它靠近170，说明它的一个下跌空间到这里是差不多有机会引发不错的反弹，只是整体力度从 K 线上来看，从量来看还不够，但是它的一个空间呢是不算多的。你看一下曾经这里是吧，在170附近是吧，也产生了一波连续性的黄带调整，调到170附近，其实差不多再怎么跌空间也有限了，等待它转为紫色带是吧，在170附近找买点就行。现在呢还是黄色带，你在这里去加太油仓位呢就偏左侧，风险会比较大，所以你可以在170附近等待支撑，然后转为紫色带之后去加大仓位，而在这其中去买进的仓位呢都只能算短线反弹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这是 OKO 是不是用彩虹带看啊，一目了然。所以大家呢在做交易时啊，那么一定啊，特别是刚订阅的同学，找出要激活了一个彩虹带之后啊，您就可以去做交易时先看一下趋势。接下来我们看到 MRVL 啊，它呢也是一个黄色带，所以依旧呢看反弹，它的反弹力度还是比较强势的，所以目前也进入到了一个黄 K， 黄 K 就是一个波段的超买信号，而超买信号后如果收阴线就要小心高抛，而后我们也可以以它做一个右侧的防守，所以低点做防守，收阴跌破啊，做一个右侧的下跌卖出啊，或者说止盈都行。如果你比较激进的上涨出现黄 K 黄带之内直接卖啊，都是可以的，做一波短线利润。它也是回踩到170附近啊，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之前的170向下，它呢是有压力；170向上啊，所以它目前是有支撑。支撑之下反弹很正常。那么黄色带就依旧只是看反弹，等待飘带转颜色有支撑，我们再去继续的加仓。而现在不要盲目在这里去加仓，因为它是一个超买了，有黄带有压力，就不要随便去在这里再去买进。有一种比较强势的反转点，就是股价上涨到黄带内，它可能有卖点，有反弹高点，但是它跌的时候力度不强，而是在黄带附近反复的支撑震荡，然后再转为紫色带，那种呢是比较强势的。所以你要看一下它是怎么个调法。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黄色带的下沿，目前黄色带的下沿是 84.782， 这里如果能撑得住，在这里以震荡代替调整下跌，那么后续还是有机会再次去加仓的。只是目前它是属于短线反弹风险点。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那微软呢是不是也是在170附近，然后黄带附近？所以当前这波下跌跌到这里啊，阿哲认为空间是有限的。至少从趋势的逻辑来看啊，它是股价上穿170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调170天线的数值，大家自己去看啊，它是一个传统指标，大家调一下就行。目前是在 479.38 附近，所以这里呢有一个白 K。白 K 呢跟黄 K 是同级别的，只是黄 K 呢是一个超买信号，而白 K 呢是一个超卖信号，是吧？曾经在高位也有一个超买信号，而后它突破的时候都是阴线，所以不能够做买点。跌破的时候是吧？还有九转，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风险点。目前下跌啊，它虽然没有九转，但是有一个白 K 产生，白 K 突破，所以当下呢用白 K 作为一个低位的支撑点，再加170，所以这个低点的支撑还是 OK 的。所以股价在这附近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左侧低吸机会啊，买入机会都是可以的。防守位用白 K 低点是吧？这个地方我们默认它的下跌空间啊是有限的，所以有支撑那有限，这种情况下看涨没有问题。只是它还是一个飘带，黄飘带就小心收跌收阴，股价反弹黄飘带收红灯收跌是吧？它就容易再创新低。所以这里呢看一下，如果股价上涨黄飘带能够突破，亦或者是收阴，但是不跌破前面低点，是不是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呀？所以这里就有可能走反转，但是我们要去跟踪，当前还没有出现，就先看反弹。黄色带的下沿当下是在 491.087 啊，刚刚过，但能不能站得稳呢？啊，就要去关注了。目前短线还是维持反弹的。下一只股票呢，我们看到 AVGO 的话啊，它是一个连续的黄 K 啊，它在突破了光头阴线之后，我们光头阴就由压力转为了一个支撑，所以这里是一个支撑位，再加上彩虹带下方啊，所以它有两个支撑位。而光头阴突破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构成加仓点，但是因为它处于指数是反弹的区间内，
所以指数环境不太好。这里呢就不要太过于激进了，你可以在前期低位买入之后呢，目前不随便加仓，等到回调之后呢再找机会买进，因为当前它还是类似于三阳小顶，所以要小心对于光头阴线的回调去看它的支撑有效与否，大概率能够有效，因为飘带呢会慢慢往上移，跟光头阴重叠的时候，这个支撑就会很强。而当下它的回调概率比较大，因为它是个黄 K 黄 K 出现在不收阴的情况下呢，它不一定会调，但是一旦收了阴线，黄 K 消失在前面这里，它就是风险，所以这里呢等待阴线，而后去减仓，等回调确认支撑再去加仓买进是一个策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AMD 它也算是反弹弱势，因为它没有碰飘带，也没有黄 K， 说明比指数要弱，左边大阴线也没过，所以当前它是一个下跌有量而上涨反弹无量，所以这个是不太好的节奏再加上它是一个黄带，所以当前的 AMD 呢做操作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它有短线蓝 K 超跌反弹，但是反弹力度弱，所以它是有很大概率呢是要去再修复一下整体中长线的乖离，也就是170附近，它有可能还要往下靠，它离的空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所以这个地方底下呢有空间，而反弹弱势，所以你的多单介入反弹过程当中呢，去减仓会好一些。之前这里是高位走了一个，它也有点好像类似于头肩顶的这种状态，然后目前它这些位置是产生了破位，目前是反抽，那要小心它的趋势继续下行，所以空间上不太好看。飘带的下沿呢是 226.153 作为一个压力位，当前也是三阳小顶。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HOD 它也是三阳小顶，3根阳线，第3根缩短而且缩了很大的量。那么10日星也代表变盘，而后出现黄 K 也是滞涨信号。前期呢是不是也是在黄带出现黄 K， 而后出现跌破是风险，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等一根阴线跌破再卖也可以呢在上涨时出现之后直接卖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对于 HOD 来讲也是容易回调的地方，因为它是个黄带先默认反弹上涨着高抛，找到滞涨点是一个风险位，它如果能够反包这一个黄 K， 那么继续看涨，但是不建议加仓，依旧呢做左侧减仓之后右侧持股即可。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MS 它是属于比较明显的超跌单边下跌，而后跌到左侧的光头阴线，是我们之前讲的光头阴线，它会有一个压力转为支撑它这里也是个光头阴，那么支撑位有效反弹到光头阴头上，那么这里要看一下，它最好不要再跌回，能够在这里走位向上去进攻170，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剧本，但是要看一下是否能够做到。目前是连续2根黄 K， 黄 K 产生不代表一定会下跌，在黄 K 之后收阴线又是黄带之内就要小心，目前还没有收阴线，所以看一下会不会在黄带内收一根阴线，阴线的实体越大越有效，就可以构成右侧的风险点。而如果不收阴线维持上涨的话，那么就以黄带那么作为一个参照，它可能会往上去进攻170。黄色带的下沿目前是 37.703 它的上沿是 41.192 这2个呢作为一个参照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那 APP 呢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黄带内的黄色 K 线黄带内黄色 K 线呢，你可以等到收阴线再确认风险，是吧？之前这里也是上涨黄带内黄 K 有这个股价突破第1天突破2天，然后有一个压力，又是黄 K 线又是收跌确认风险。那目前是不是也是反弹又是黄带又是黄 K， 等收阴线消失黄 K 而后去看风险。目前收盘价突破第1天，那么如果下一个交易日又突破的话，是不是第2根 K 线压力位出现？好，所以目前的一个黄色带的上沿它是 592.704 这个点作为参照，收盘在账上的话就是第2根压力位，只要是黄 K阿哲就不太建议你继续去加仓去买进而后只要是黄带，我们上涨就依旧看反弹。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是否也是如此的一个序列。下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呢出现了连续下跌白色 K 线，白色 K 线最近出现了一个白 K 消失然后反弹。我们说股价白 K它跟黄 K 是一样的，就一个是超买一个是超卖，白 K 呢是超卖，超卖呢不代表就一定会涨，所以它会有连续白 K， 但是白 K 消失之后有反包，这个可以作为一种看涨点，所以当前的 Circle 呢是可以在技术面上看涨的，唯一的问题是它这个白 K 消失的太晚了，指数呢都已经产生了连续上涨进入黄 K 了，你才出现白 K 消失，所以它是比较慢的，你只能看一下有没有补涨的机会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有机会的话，最好指数后续不升调，
而是震荡，那么它的机会才会更大。它是连续9转之后啊，9号 K 线被突破啊，所以当下可以看涨，以9的低点作为防守，所以这一天可以作为买点。不太好的就是黄带之下反弹，直接开始就进入到了空间的一个压力上，它的压力是 80.269， 这里如果能够过啊，那么下一个空间就是90.474，而后是100.68，是吧？它这个反弹空间如果能够到上沿，它其实也还是蛮大的。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MCI， 它也是连续白 K 而后消失，但反弹力度不强啊，左边的大阴线都没有吃掉，左边大阴的高点和这个白 K 和这个黄带下沿是有点重合的，黄带下沿是 35.212 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位，连续的小阴小阳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量能也不够，只能说它是一个震荡，止跌效果不强，所以又是黄带之内，只能说依旧是震荡行情吧。它呢下跌的空间也不多，而后上涨呢目前又有压力，这里只能说用震荡去消化上方的一个抛压，整体来讲机会不大，只能先等待行情的转机。飘带的下沿 35.212 啊，作为一个压力参考。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R 是回踩到170，而后有蓝 K 有超跌反弹。超跌反弹离黄色带还有距离，黄色带下沿是 169.89， 那么这个距离就象征着它的反弹是不强势的，对比很多个股它还算弱，并且它没有黄 K， 黄 K 说明超买，也同样说明多方强，指数目前多方强，它多方比较弱。黄 K 的时候啊，注意了，不要乱买股票啊，这个呢是一个温馨提醒，很多股票目前就是黄 K， 你不要乱买。而像这种没有黄 K 的，不代表它就是好的，只能说它的一个多头比很多股票弱而已。所以 PLTR 呢，只能做反弹，不能够随便在这里买太多仓位。如果买了，那么记得上涨时小心收阴线，而后要做高抛行为。我们现在的股票呢是 Coin 也是白 K， 当白 K 突破的时候，它的时机要比 Circle 那些股票要早，所以它的反弹力度呢可以看得比较不错。它的白 K 已经连续突破，而且白 K 就2根啊，整体还是不错的。力度上呢，在币圈的整体个股当中还是排得可以靠前的，所以如果要做多啊，那么它呢可以提前于我们的 Circle 去看多，而后它目前进入到了飘带之内、黄带之内，是啊，它是跌破170有效了。黄带之内的话，看压力，当前没有收阴线，没有黄 K， 多方虽然也不强，但等待一根实体阴线再走也可以。左侧的话呢，越往上看。那么你也可以越高抛，但是只能说左侧啊，右侧筹码等待明显下跌才行。当前的一个黄色带下沿是多少？是 271.265， 而它的一个中轴线呢是在 286.764 啊，整体这些压力区内小心收阴线调整，然后去做短线高抛。如果能够2次回踩白 K 不破，再往上看才有机会走趋势。我们再看到现在的股票是 Core 位呢，它一直还是白 K， 是吧？我们说白 K 出现了。那么白 K 没消失，没有突破，就依旧是超跌。那依旧超跌，依旧没有人去买进，那么更不要说它会不会黄 K 了。当前就是一直的单边下跌，偶尔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也没有形成白 K 的消失突破，所以当下呢很弱势啊。所以这种弱势股票就不要去随便的买进。看到它的压力位 80.25， 是吧？等待白 K 消失再说，目前都没消失，继续等机会啊，不要随便的着急去买进，特别在行情走了一波强势反弹之后，容易调整的节点。我们再看到美光的话，趋势目前还是 OK 的，只是它这一波反弹之下，把这个紫色带转为了黄色带，黄色带说明转空，反弹转空，而且实体呢在缩短，这个地方要小心收阴线，跌破飘带。如果出现这里要小心啊，它呢会持续的转空和黄色带变框发上，这是危险。而没有跌破之前就继续啊，可以短线看涨也没问题。好，我们看到这个飘带下沿 229.928 作为一个假想的支撑，如果有支撑就更好，没支撑小心跌破后的风险要走，因为目前它是一个强趋势下的回调，而如果这个回调不能够去创新高，那么就是高点降低，如果再往下破飘带，很容易要走下行结构，这是不太好的一个结构，要去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回调170，而后反弹力度很不错啊，反弹到飘带之内，只是没有黄 K 而已。那反弹过程当中，它的压力位是多少呢？是 231.838， 目前已经站上。那站上呢，看下一个压力位就是中轴线 234.446， 以及上轴
它的237.055作为压力位，因为是黄色带，所以反弹依旧有压力，小心收阴。我们要看的是能不能突破，突破回踩有支撑，那么才不会去再二次回踩170。如果这里有压力，就可能要再试探170，170一不小心跌破，那空间可能打开。所以当前的趋势还好整体下跌空间先不看那么大，因为它的170还是比较靠近的所以170附近容易见到反弹低点。那么市场趋势目前是一个震荡，所以还行，但是它是一个黄带所以依旧有风险，要小心。以上就是11月2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12月份祝大家旗开得胜，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希望12月份我们依旧继续学习，下个月视频我们继续更新。感谢您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在新的月份依旧支持阿哲。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个月再见，拜拜。